使用 CIRQ 框架来去实现 QCNN 的建构与训练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哦，怎么样来去设计这个量子电路哦？那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量子在做计算的时候，它当然都是在这个我所设计好的电路上面哦，这个依照我们的这个设计下去做这个计算。好，那怎么来去做这件事情呢？首先呢，我们当然是要先处理有关这个参数化量子闸 RY。那这里的 Y 呢，表示是说它是针对 Y 轴所旋转的这个旋转闸它用于在布洛赫球上面绕着 Y 轴所旋转的这个量子位元。那这个 RY 呢，这个西塔闸呢，表示着量子位元的状态呢，从初始状态沿着 Y 轴旋转一个西塔的角度。那这个西塔呢，就是这个闸的参数。那西塔的范围呢，基本上它是弱于0到2派那这个基本上它指的是那个弧度不是角度如果说你要用角度下去看的话，基本上是指0到360度不过呢，0跟360基本上是同一个角度所以你可以把它讲成是0到359的角度。好，那这个派罗利呢它是一种量子逻辑操作，常用于量子电路中改变和控制量子位元状态所使用的。好，那这个Poly-Z 呢这个闸对于这个0它没有影响但是它会对1的这个部分的相位进行反转它的反转基本上就乘以一个-1啦那经常用于这个观测量子位元状态所使用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这个量子的这个电路设计呢，基本上我们就直接到我们程式码上面来去做这个查看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的这个程式码上面。好，那我们这个程式码基本上用的是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下去做撰写的虽然你可能在画面上面看到说这个上次不是提到说我们不能在 Windows 上面跑确实它没有办法在 Windows 上面跑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可以去架设什么？我可以去在 Linux 上面去架设我们这个 Jupyter， 然后呢，从我们的 Windows 的 Visual Studio Code 呢，直接连到我们的这个 Ubuntu 上面的 Jupyter， 直接去做我们的这个操作好。那因为我们一样啦，我们是使用这个 NIST 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当然是要先取得我们 NIST 的资料集。那这个资料呢，目前总共有6万笔取得测试集资料有1万笔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跑过的东西了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3.9 我们在这里面用的是 3.9 所以我们那个资料基本上还要去做一些这个 data type 的处理这个我把它跑一下。好，这个问题啦，应该说在我们这个 3.10 之后，它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可是以前旧的版本它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资料呢，我们要稍微下去做处理。然后针对我们的资料，我们有 X training 跟 X test 以及 Y training 跟 Y test。对于上面的资料，我们可能也是要去做一下正规化啦。对于我们的资料，因为我们把它这个0到25之间资料，介于0到1之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呢是直接把它除以255。那对于这个 Y 的部分Y data 的部分呢？其实要看你这个实际上后面怎么样去做分类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常用的分类呢是直接把它对应在每一个神经元上面，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这个 1TOT 的形式。好，所以我这边的做法呢是我先把我的这个 X data 全部除以255，然后把我的 Y data 呢全部把它设定成 1TOT 的形式好，这个地方先让它跑过去。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X training 的第一笔资料呢，它现在涨的就是28乘28，因为2828784就是我们原本的原始资料。好，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量子位元的资料它是非常有限的。好，我们在 CIRQ 的这个模拟器里面，它目前可以使用得到就是20个量子位元。那我们要怎么样把 NIST 的资料集呢，从784个像素降到16个特征上面这时候就不要讲像素了因为我们会做某些特征的处理嘛，所以就变成怎么样把它降低到16个特征，让它符合在20个量子位元里面。好，那我们这边呢有几种方式像我们现在目前在画面上的案例呢，是我们直接采用什么东西？采用类神经网络模型，就采用 NN 的方式下去做。所以我们的做法很单纯就是我们输入端288进去之后呢，输出成直接把它电子成16个结果。我们原本的案例是把它电子成10个结果，因为我们是下去做分类。我们现在并不是要下去做分类我们现在就只是为了要去把它特征压到16个。所以这过程中它会把它的输入端乘上它的所有的权重，然后全部把它放在我们的输出上面加总完之后放在输出上面，这是它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模型把它给建起来之后呢基本上呢它就会把你的原本的784电死成16个结果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现在模型没有特别下去做训练，我们现在只是要的是它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这个模型不会特别下去做训练那在某些情况下记得2件事情要不要训练是一回事这个你可以训练，你也可以不训练另外一个是
只要你开始去做运作啊，开始去使用这一套方法的话，你所使用的这个权重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不然你的未来每次放进去的结果都不一样。你的原本784经过它的权重运算之后，你得到的结果每次都应该要相同。怎么样让它每次都相同？权重记得一定要把它给记下来。好，所以呢，假设我现在权重产生好，或者是我重新载入完毕，那我应该怎么样把我的784的资料送到这个模型里面，让它去产生16个特征？好，基本上呢，我们就直接使用 Model Predict 把资料给放进去。好，所以我们让它走进去当它跑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征。就圈领上面来讲，它的第一个原始资料是什么？原始资料是784个特征啊，它特征基本上就是它的 input 啦。好，所以呢，经过它的这个权重相乘之后，然后呢落到我们这个 output 之后，得到什么样？得到16个结果。这16个结果呢就是这样长这样子，好，就是它16个结果。这个资料呢，到最后呢，我们还要从这个一般的资料转换成量子资料。我们后面再来讲就是你要先把这个资料先把它给留下来。它的重点是什么？你每一次重新取得特征的时候，让它重新取得一次然后呢，你去取到这个内容，每次都必须要相同。如果说你在模型建立了之后没有去把它留下，而是你下一次再重新去建了一个新的模型，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权重也不一样了。如果你没有把之前权重留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后面做事必须要全部重做。好，因为我现在已经重新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我们来看一下，让它重新去取得特征。这个时候 input 进去，经过它运算，权重运算完之后，你取得到了这个16个特征，结果就会不一样。这个在我们这个资料整理上面是非常忌讳的，就是你每一次处理完的结果都必须要是相同的。所以呢，如果你确定你要用这个方法，记得你一定要把权重留下来。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前面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前面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到我们这个 TensorFlow Content 那 TensorFlow Content 它怎么安装？安装方式很单纯的，就是 pip install TensorFlow Content 这个方法，在你前面的练习里面呢，应该已经要是非常熟练的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它不支援在 Windows 下面工作。第二个它目前版本只支援 Python 3.7 到 3.9， 所以你的工作环境如果 Python 超过 3.9， 上在 3.10， 那没有办法它就完全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你没有办法顺利的使用 pip install TensorFlow Content 来去把这个 TFQ 把它给装起来。好，那它在安装的过程中呢，它需要去搭配 TensorFlow 的这个特定版本。如果说你要在 pip install 里面去指定特定的版本呢，你可以使用2个等号去设定 2.7.0。好，然后呢，那我们在有一些的这个参考文件尤其是官方的资料里面有提到了因为它案例是用 TensorFlow 2.11.0我们试过了不行这个其实是不行的当然目前最新版本是 2.15 然后官方它有一些文件是写 2.11， 他们有可能是可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本身自己有内部测试的版本他用那个测试的版本去写一些这个教学文件所以变成他放出来的版本是说2.11 可以用不过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手上所可以使用的版本是 2.7 2.1 没有办法下去跑如果说你发现这个照着这个外面的一些操作手册或者官方文件上面去操作发现怎么跑不起来基本上你可能要去做一下那个版本控制的检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降版本，降到哪个版本？降到 TFQ 0.7.2 的这个日期之后，这个日期是什么？2022年9月29号之后的时间都有可能没有办法使用要降到这个以前把它往回退，以前的版本应该都是可以使用的。好，那 TFQ 呢，基本上它一定是使用 CNRQ那因为它也是一样不支援像新的版本，因为现在新的版本都来到2023年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建议是你先不要用 CNRQ， 而是让 TFQ 在安装的过程中，让它自己自动完成安装，让它自己下去做安装。好，那除此之外，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这个版本相应或控制的问题呢，它可能就包含这些。好，那这些呢，我们后来有把它整理一下就是它如果有遇到版本相应的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指定这些版本让你的工作环境可以去正常使用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写一个简单的环境版本测试指引下去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工作环境虽然是 Windows， 可是这个 Windows 应该算是假的，因为实际上 Python 所执行的环境是在 Ubuntu 上面，我们是在 Ubuntu 上面有使用 Jupyter， 从 Windows 上面的 Visual Studio Code 经过 Jupyter 连到我们 Ubuntu 上面，让它去呼叫 Python。这件事情呢，在 Google Colab 上面也是做相类似的事情，只是说像这件事变成我们自己来变成我们自己来。好，所以呢，
Python 的版本呢，像是 3.9.18， 好，然后 TensorFlow 版本用的是 2.7， 好 ，CRQ 呢用的是 3.10.1， 好 ，TFQ 的版本使用 0.7.2， 在这个环境底下，基本上你的 TensorFlow Quantum 它就可以正常运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来，我们刚刚提到什么？我提到有关电路设计这件事情。好，电路设计啦，照我们这个之前的讲法，就是你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量子位元给准备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准备了好0到 i 个 i 是多少 ？i 是16啦，因为我们总共有几个？我们现在目前在 CRQ 里面就是有20个量子位元可以下去做使用。然后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图片处理上面可能通常都是这个某一个尺寸的次方嘛，所以你可能2乘2、3乘3、4乘4、5乘5。好，所以这个地方55就25了嘛，它超过20个这个量子位元可以说使用，所以我们就只能这个退而求其次选44啊，选44，所以就44、16。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准备几个 qubit， 准备16个 qubit。好，在这个地方要准备好，准备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来去设计我们的这个电路。我们可以设计我们电路，然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电路上面呢去设定我们的这个符号。那种符号我们就从 Q0 设计到这个总共设计16个，所以它就有 Q0、Q1、Q2 直接帮我们写在我们这个电路上面了。好，然后呢，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电路符号把它印出来，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原本预期的相同啦哈。那我们这里先执行看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如果把它印出来的话，总共16个哈 ，Q0 要16个，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 Q0、Q1、Q2、Q3、Q4 一直到 Q15。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入参数化的量子闸？好，我们这做的事情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量子电路上面去附加我们 CRQ。我们刚前面呢，我们是做 RY 嘛，我们是做 RY，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2个参数把它放进去，把我们的什么东西放进去？第一个，把我们的符号放进去，也把我们的量子位元把它放进去。好，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帮我们把每一个量子位元去加入我们这个参数化的量子闸。好，接下来当它完成之后啦，我们就做一个观测啊，我做一个观测，我们在 CRQ 的这个 Z 轴上面在这个 Z 轴上面把所有的 qubit 放进去，所以呢，它就在它的尾端全部帮我们加上所有量子位元的观测。好，所以我们前面在这个地方呢，依照我们前面的讲义，这个地方是做什么？这里它做的是我们这个量子的这个卷积层，然后观测这个地方呢，我做的是量子磁化，做的是量子磁化。好，那总是呢，我要把我们的这个量子的这个电路我把它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就把它 print 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0001一直到哪里？到0015，然后呢，里面是什么？里面是 RY， 里面是 RY 做什么事情？把我们的第0个这个量子位元第1个、第2个一个放进去，因为我们现在有命名了，就是用 Q0、Q1、Q2下去做命，所以呢，到这个地方我们的量子电路就设计完成了。就这样子其实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去检视我们量子电路，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个比较简易的版本不过我们通常会希望说有一个比较漂亮的版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有提到在量子电路里面，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这个观测量设计到这个量子电路里面不过我们刚才看好像是有，我们程式码上面好像是有那这个呢，应该说了观测量它不会出现在量子电路上面，为什么？因为它是提供给这个 PQC 指的就是参数化量子电路层进行训练跟推断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观测。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绘制的方式你可以使用我们这个把它转换成 CSV 透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这个量子电路图。好，接下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现在原本784的这个资料已经压缩到什么地方？压缩成16个资料。可是这个资料呢，并不是说我这个资料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就直接放到我们的量子的这个电路上面就可以去用，不是这个样子你的资料集还必须把它转换成量子版本的资料集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在 RY 的这个西塔闸上面我们刚前面有提到了，量子位元的状态是从初始状态沿着 Y 轴去旋转西塔的一个角度西塔就是你量子闸的参数嘛。所以呢，在资料的正规化上面呢，你必须要把你的资料集映射到0到2派的范围里面，就是这个西塔，你要把它映射到这个上面。所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这个还真的是个好问题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不过不用担心TFQ 它本身帮我们转换什么？他们已经提供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资料转换到 Tensor 上面。我们可以直接呢把我们的资料转换到我们这个电路上面它的方法呢就是直接使用 TFQ 的这个转换到 Tensor 上面，那个方法会非常简单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实际上它后面到底做什么样的东西基本上
稍微有点复杂，我稍微就直接用它所设计好的方法再下去做，会比较简单。好，所以呢，它处理完之后呢，它的资料长什么样子？哦，一样，我们把我们这个 Quantum 的 Tensor， 这个 Training Data， 我们原本是 Training Data， 我们要加一个 Q 了，就是这个 Quantum 的版本。好，你把它印出来的话，你就会看到，它就把6万笔的资料全部映射成这个 Theta 的这个版本，哦，就是在 RY 上面所使用的这个资料的版本。好，那当然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使用 Print 的方法，把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个 Training 资料以及 Quantum 的资料的第一笔资料印出来，看看哦，它长什么样子。好，在我们这个简报上面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的原本资料是2828784嘛，784为资料哦，经过我们的处理啊，处理方式有好几种啦。第一种，一般资料直接下去做压缩哦；第二种是你透过 NN 的方式下去做处理；第三种，你使用这个 CNN 的方式去把这个保留图片特征，把资料做出。总之，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把784资料集压缩成几个？16个的资料集哦，6万笔啊，然后每一笔是16个特征资料，所以这里可以看到1、2、3、4、5、6，这里总共有16个。这16个资料要全部转换成这个资料集要转换成量子资料集。转换过去之后呢，它变成这个 Quantum 这个 Training Data 的第一笔。你可以看到原本的第一笔资料长这个样子。好，如果是变成 Quantum 的第一笔资料，它长得就像这个样子，然后长像这个样子。这里面呢，它基本上它是个2进位资料啊，它已经变成2进位的资料。2进位资料呢，它这里面撇 n 指的是什么？撇 n 通常指的是换行的意思啦。然后呢，它这里有一些一些 ASCII 的这个控制码。然后呢，它是什么 CTFQ， 然后这个 get 的 set， 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它闸上面要怎么样去做设定的，那设定的基本上都已经帮你转好了，都帮你转换好，好，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电路上面，下去做运作哈。好，那我们这个量子的类神经网络呢，应该要怎么样设计哦？我现在就一步一步解了啊。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量子电路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这个量子卷积层放进去，怎么样把我们量子磁化层放进去？好，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如果像量子电路好了，它是一件事情。怎么样把我们资料放进去，变成我们这个原本资料集转换成量子资料集，它才有机会放到我们的量子电路上面下去跑。好，接下来是那我的神经网络呢？我的量子神经网络应该怎么做设计好？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 Tensor 的 Quantum， 所以它已经把它帮你整合在一起。你在这里要做的方式呢是，你把 TF 的 Keras 的 sequential 一样把它叫出来，然后呢，你要做的事情要跟他讲什么？这时候你要用 TensorFlow Keras 的 layer 的 input， 就是说我的 input 的这一层，我的资料来自于 TensorFlow 的字串。这个字串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转换的那个资料集的那个字串。它的资料集的计算它虽然它是字串的形式，可是呢，它上面有去标注其实它是2进位资料。它2进位资料是以字串的形式下去做标记，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可以把那个资料从这里地方下去做输入。当它输入进去之后呢，你要去做什么事情？透过 TFQ 的 layer，TFQ 的 layer 使用这个 PQC 层 ，PQC 呢就是一个参数化量子的电路层，然后把你的电路放进去，把你的观测放进去。好，这里上面有去做注解我们原本已经设计好的一个量子电路，就是我手工打造的那一个电路。好，然后呢，后面的这一个，它是一个量子电路的观测，它用于去做量子状态的量测跟模型输出所使用。所以这个地方呢，在你原本的类神经网络的模型里面，你的 input 变成是你要跟他讲，你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把你的这个量子的资料集放进去，这量子资料集是已经经过转换了，有经过转换。接下来呢，你再把你的 PQC 跟你的电路图把它放进去，最后啦这个出来的结果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做那个全连接层在那个电路里面所以不是说不能做到啦，是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变成说资料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接上一个全连接层，再把它拉出来变成 TF Keras 的 layer 的 dense 等4个结果，这样子它的这个资料进去到它的这个量子电路处理完之后，经过观测出来的结果，把它 dense 在这个10个的这个任务分类上面，这样子就完成了，你的量子类神经网络模型就这样子完成了。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